好，我们这里是正好打开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账号，已经正常的激活，可以正常使用了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金志。今天的视频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 Office 一键安装项目的 2.0 版本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到博客看一下文章。我在原来的文章基础上添加了 2.0 版本的基础说明，大家可以先简单看一下。也可以直接到我的项目上面去看。这里面的话 ，README 都有更新，然后的话，新的 UI 也都更新了。这次主要更新的内容是新增了在线自定义配置，还有离线安装功能。在线自定义配置的话，就不需要你手动的去官网下载配置等操作了，直接在新的脚本里面去配置，然后一键生成就可以了。至于离线安装功能的话，上个教程里面提到会考虑添加这个功能，然后上个教程视频也有粉丝提到，由于 GitHub 的网络原因，可能不适合所有人来使用这个项目脚本，所以我就直接把离线的脚本一起做出来了。但是离线脚本的话，它受限于安装包比较大，所以离线脚本目前的话，我只配置了2024的版本。另外的话，因为离线安装包太大了，我无法发布到项目上面来，它受限于 GitHub 的一个上传文件的大小，所以目前的话，如果要使用离线安装包的话，只能到我的云盘去下载。这条我们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们可以直接到这里面，或者刚刚直通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话，我其他盘都放了，百度云盘的话，目前我没有大件上传的资格，所以这里面是没有的。我们以阿里云盘看一下。后续的话，我创建了一个 GitHub 专用的一个文件夹，后续如果有新的项目的话，我都会备份到这个文件夹里面来。为什么没有啊？看一下其他盘有没有，可能这个还没更新过来。看一下训练盘有没有。哦，训练盘里面已经上传过来了，大家到时候看一下吧。好，我后续结束之后我再去看一下哪边有问题。123应该也是有的，看一下。123要提讯吧。OK， 这里面也是有的。百度云盘，等会我再看一下吧。啊，不对，是那个阿里云盘，我再看一下吧。实际的话，应该已经上传上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是没更新过来，还是怎样，后面再看一下吧。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项目看一下。这里的话再简单介绍一下，这个的话是新的 UI， 一个是在线安装的脚本，这个的话是离线安装的一个配置界面。然后正常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到本地直接去拉取我们的项目，做一个在线的安装。然后离线的话，我们需要去下载这个对应的安装包，然后解压之后直接运行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的话备注了
2.0版本已经带了这个自定义版本的一个工具。然后这里的话再讲一下这个快速安装的话，它只支持一个在线的安装，这个在线安装它是支持的。如果你下载到本地的话，它是既支持一个在线安装，又支持离线安装的。OK， 那这个项目大致就介绍到这里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项目还不错的话，可以帮我在这里点个 star， 让我觉得这个项目是有意义的，也可以鼓励我继续做出更多更好的项目。然后视频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也给我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新人主播很需要你们的支持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下面开始来实操演示一下。我先把这个窗口关掉，然后我们先要去来演示一下快速的安装。这个跟之前的版本一样，我们先要用管理员去运行一下这个。命令的话也跟上次是一样的，大家可以直接复制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最新的一个脚本。这个在线的话就刚刚说的一样，它只支持在线的一些操作，离线的话它是不支持的，它会找不到离线包。然后现在的话还是跟之前一样，你同样可以去一键的去安装，但是一键的话默认的话还是一个基本的3件套，但是你还是可以通过自定义配置去更新一个当前的配置文件。这的话就是我们新增的这个自定义配置文件，你可以去选择不同的版本，然后语言、主语言和多语言你都可以去选择。然后这里可以选择你需要的组件，默认的话就是这个3件套，然后直接点击生成配置就可以了。生成一下，它会提示成功，然后会到我们的临时文件夹下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这里的话它是已经都有了，因为我之前调试过，所以它东西都在里面。然后我们可以去分步的去操作，也可以一键安装，这个都不影响。这里的话我是已经安装了的，建议大家安装之前可以先把自己的 Office 给卸载掉。如果说你的 Office 是在我这些版本里面的话，你也可以尝试去一键的去激活对应的版本。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激活 Office 去激活它。像我这里已经激活了，你仍然可以，它会做一个重复的激活，正常来说。它就激活成功了。如果说你本身就有 Office， 你去安装这个的话，它也是无法安装的，它会去查到你目前系统中有 Office， 它不会去帮你安装，会帮你尝试一个激活操作。我们可以尝试看一下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日志。这里会先判断你有没有一个安装文件，如果有的话，它就会查找你当前有没有 Office 系统里面，有的话它就会走下一步激活了。所以你如果要去使用这个工具的话，建议先把你当前的一个系统 Office 去卸载掉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在线的操作就不多做介绍，跟之前的话差异不是很大，就多了一个自定义配置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关掉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离线版本。你解压完成之后的话，就是这个文件夹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可以直接运行这个 start， 它会请求一个管理员的权限，我们确认就好了。OK， 它这样就运行出来了，跟那个是一样的。
这里的话同样支持你去在线的自定义配置，跟刚刚之前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区别。重点是它这里是支持离线的，对吧？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先去把我们系统的一个卸载掉。我这里简单演示一下这个卸载操作。我们到我们的系统应用里面去。找到我们这个安装的 Office， 对吧？然后卸载掉。刚刚卡住了，现在这个跳出来了，我们点击确认卸载。这个过程会比较慢一点，我到时候会把视频加速一下。好了，这里提示我们卸载完成了。让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原本是我的一个 Excel， 对吧？我们把它轮到这边来。然后现在来演示一下离线安装。我们先把这个网络给它断开。我们这里现在就是没网了，对吧？这里的话，如果你不去自定义配置的话，直接可以开始离线安装。但如果你这里比如设定我要多加一个 Outlook， 那我们就要勾选一下，重新生成一下这个文件，看到吧？它会重新生成，然后我们再开始离线安装。这里它就会自动启动了。我们这里是离线的状态。这里面看到它多了一个 Outlook， 你可以看到这里你当前在安装哪些组件。然后我们这里等待一下。好了，这里提示已经安装完成了，然后这里也 OK 了，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关掉。这是之前启动的一个，把它都关掉。然后我们先来这里说一下，整个安装过程的话会比较久一点，然后我视频的话会做一个加速处理，所以建议大家在安装的时候可以挂着，然后去做其他的事情。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在安装过程中它这里已经显示出来了，但是可能没有完全安装完成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有没有激活了。好，我们这里是正常打开的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账号已经正常的激活，可以正常使用了啊。那整个安装的操作的话，基本上就演示到这边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实际运行过程中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也可以给我的视频留言，或者到项目上去留言都可以，好吧？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